实在不行就用我的方法，随意一点，生活没那么讲究。这个地方外卖没有这种衣服啊，主要在这逛有一种感觉，就是从一套基本款换成另一套基本款。我上次去年在南京看演唱会的时候，我还自己出去转了一下，第二天还拍了照片，给小火星人拍照片，小风车。主要是因为我那个时候刚染的那个头发，然后如果我不趁那2天拍2张照片的话，头发就没了。哎，我还有库存哎。发呀。哎，可以，这2天发一发。发一发。我晚上回去挑一挑，然后发一下。我想买一个不一样的风格，主要是我不想穿协调的风格。今天的那个，我想穿那种不理解。昨天左立大半夜给我发，就是我在正补的时候，左立给我发了那个视频，我去看了，不是叫什么技能五子棋啊，我看了，好好笑啊，那个我太能 get 到他了，就那种中二少年，然后好抽象他们那个，但真的好有意思的那个他那个脑洞挺好的。因为我以前不知道抽象这个词它是什么意思，就是它到底在形容什么，觉得这么做挺有意思的。身体里的抽象和幻想。解释了一下，就是我以前那些行为，原来这个行为叫抽象行为。我以为我就是那种风象星座的那种，就是水瓶座的那种奇奇怪怪的那种脑洞。不是我买的，当时好像每一周会那个我们住的那个地方会有一些定期会有一些东西物资，然后我就挑了一个睡衣穿。我那时候只觉得舒服就行，顾不上那么多。是的，很适合，真的。哎，我觉得那个视频剪得真好。你知道，就是那个国旗这样啪一甩开，然后呢要升起来，那个升过哇那一瞬间，然后就是那个都快流眼泪了。那个哇那一瞬间，我整个人都燃起来了，确实很快。因为我记得那天我是在彩排，然后跟郑楠聊一下，觉得还是加一段吧，因为要写的时长比较长嘛。我说那我就想一下吧，然后中间正好乐队去彩排的过程当中，中间他们去吃饭去了，然后我一个人在那个排练厅里面，然后我就试着写了一下，然后基本上好像就是1遍过了吧。对，就把那个我们曾默默承受，无论世界中下去，就那一整段新的那个段落，好像就不到10分钟就写完。有没有可能我你就是又让你说没有，毕竟我体内也有他的 DNA 嘛。那其实我家开的。这个，因为当时我在想，我说，哎，如果开采黄金是这么，如果他的任务是开采黄金的话，我就突然想明白，哇，好像还真是，因为全世界好像都认为黄金在当年是最值钱的。就比如说中国古代的货币，就是那种，比如说你那铜板，换银子换黄金，对，所以黄金在当时就是最值钱的，那时候还没有钻石，是吧？然后全世界都是把黄金当做最值钱的东西，那个时候。全世界是并没有那个叫什么，还没有联通的，就是，我就去查黄金，然后到底最早发现黄金是在哪发现的，从什么时候来的？黄金是没有记载为什么它是最值钱的，只是说我们人类目前所记载的最早的黄金是在古埃及金字塔的那个下面，挖出来的，挖到了那个很多黄金做的那种饰品，皇冠啊，就是首饰那种工艺品。但是没有记载说为什么全世界都会把黄金当做最值钱的东西，那这个就很神奇，又有点像我说的那个小分队，你知道吗？每个小分队就告诉你这个东西，你就给我挖黄金，我就要这个东西就是最值钱的。我来地球其实是为了写一些歌曲，交给国家，为了大家。我会这样吃，就是把你看像超牛肉，它是要蘸那个干碟粉，然后就是弄一碗那个米饭，然后把那个臭牛肉倒进去，然后把那个菜叶子倒进去，然后呢再把那个干麦粉放到米饭里，然后那样拌着吃，还挺好吃的，新吃法，还挺好吃的，我觉得挺好吃。我之前在那个国外的时候，就是每天都吃冰淇淋，然后吃那种什么热量高的热狗啊、披萨，放到了快130斤左右，放了30斤。但是快乐吗？还挺快的，我每天就
挺悠闲的，坐那儿打打那个 PS 游戏，然后呢挖着冰淇淋，而且我每天吃一桶，就是那个就是那种大桶的那种桶装的那种，大桶，还是最大桶的。然后我会买一天一桶，哇，在那胖的我真的，然后又每天晒太阳，然后晒得很黑。很人，对，你是狼人，你比很人多一点。啊？哦，个也不错。但我家好像大部分都是硬的东西。我那个家里面唯一一个软的就是有一个很小的一个沙发，但那个沙发我也不坐，后来因为它掉毛，我准备把它卖掉。就那个沙发全是毛，它是那种毛茸茸的，你知道吗？然后我一坐在那个沙发上呢，比如说我要穿那种棉的衣服的话，它就会哇塞，我就要天天去沾那个毛。对，全让沙发掉了。我家猫不怎么掉毛，其实因为短毛猫嘛，其实掉的很少。它不会，它对谁都没感情。没有，我觉得他还是挺对你还是有感情的。那是你的自信。猫是它只会觉得你在它在养你，不是你在养它。它就是觉得它就是有一种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它就会养成一个习惯，就是这是你应该做的。当然是我自己个人解读哈。动物的想法比人要简单很多，我觉得不要把它的想法复杂化。你说的这些东西都太深层了，这是人类才有的复杂情感。动物其实想法就很简单，所以猫跟狗都一样，你不要把它拟人化，行为就已经最简单的证明它是怎么想的了。我跟 Pepper 就是一开始我还也是在试图把它给拟人化，时间长了之后我就越来越觉得，其实我不应该这么去解读它，因为这样显得我很不尊重。因为你过度解读它之后，你就会想控制它，因为你会对它有期待值。那我跟我家的猫就是非常的平等的在生活，在它视角里面，为什么它觉得它在养着人，就不是人养它，就是因为它觉得它衣来伸手饭来张口，饿了它冲你叫两下，然后你就啊，那给你弄饭吃，然后好，真好拿捏，就是觉得，治愈是挺真的。如果你过度解读它，其实你就会被它治愈。如果你不过度解读它，其实你就自己治愈你自己。逛街真的是一件很吃力的事情。雪哥吃力太多了。我感觉在我自己生活的城市，我都从来不逛街。开逛。我觉得这个短装挺有意思的，我们就不用逛别的店了。下班了，可以。上身基础，下身就不基础。哎，这个挺好啊。我觉得这个很好看。我也觉得。好看。这个要不要试试这个？哥适合的。穿啥可以穿。我说你穿啥都挺好看。那你这样穿就很好看。你知道吗？以我的经验就是，如果要是比如说逛第一家店，然后你要没有买看中衣服没买的话，最后你逛完一整个商场，然后回来还是会买这一套衣服，省了我的时间成本。我只要穿，就是我要对，我要出来买衣服。我不喜欢他们买的。对的。逛街我觉得还是仍然是个体力活，不然我能量都消耗在这上面。